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众郑元畅，欢迎来到我的不专业厨房。今天非常的特别，应该是我不专业厨房开播以来有史以来最紧张的一集了。因为今天这个来宾呢，非常的大牌，在我心中的分量，他是前辈等级。主要是因为我之前的不专业厨房都是找一些我私底下都是真的就是有出来吃饭喝酒的那些朋友，但今天这位来宾他也算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一个大前辈，让我们欢迎桃子姐。好，各位网上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你知道我要录你这一集啊，我昨天失眠。为什么啦？每个人都因为我失眠呢。因为你知道我们这个节目真的是在你面前是班门弄斧，你知道吗 ？No， 而且这个节目很受欢迎。没有，而且你对我来说意义很重大。我不是，就是你没有来找我，其实我还真的没有想到要找你。为什么？不是因为我还在摸索当中，所以我前面几集都先找一些就是熟朋友，就是真的有在外面吃饭喝酒就够熟。哦。然后你知道我跟你没有吃过饭，也没喝过酒，来快点，一杯干。是，我要干了。你好吗？我尬聊。那个尬聊2月27号小巨蛋演唱会，我是来卖票的。哦，来卖票。对，2月27号小巨蛋演唱会。演唱会，你上次开演唱会是什么时候？很久了。没有，去年在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所以在台北。在台北的小巨蛋是第一次。然后小巨蛋也是一个里程碑，就是认证说你算是一个畅销歌手，然后人家肯去听你演唱会这样。而且你知道，你在我心目中，你就是那种才貌兼具。哎呦，好会讲话哇！本来我要说啊，你就是那种只有靠才华啦，才能在人。你也知道，我从小是听你的歌长大，看你的节目长大。你不要那么谦虚，你真的干嘞。我紧张。你不要买醉啊，这位不会。主持人，你知道我朋友特别提醒我说，在我家，在你家不是我朋友特别提醒我说，今天来跟你录影，千万不要喝醉，因为他怕我会乱讲话。会乱讲什么呢？就随便乱讲，不会，反正我们到时候都会剪掉。因为你节目不都是乱讲吗？对，是你的风格啊，就乱讲，然后乱做菜啊，对不对？啊，对，我想到问题了。什么？你平常做菜吗？我平常算偶一为之。现在大部分是在那个什么什么？你说什么？才女就是才女，她刚说了一个成语我听不懂就是偶然做几次。偶一为之，偶尔做一次，不是常有的行为。因为我觉得厨艺其实是科学行为，它有很多的化学变化，然后还要有一些数字比例上面的问题。对，然后或是顺序，对不对？所以但其实你不用想太多，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录到这时候，我觉得厨艺就是完全凭感觉。哦，还是下面已经有一个做好可以拿出来，我们做好了。我今天就随便来，好，反正就是随便来，然后你要带回家给你的孩子吃。觉得好像会对不起小孩。好，那我们今天第一道要做的呢，就是巧克力饼干生乳酪 cheese 蛋糕。对。第一个步骤呢，就是要把饼干做一个奶油夹心分离。对。所以我们那拿出来舔吗？也可以啊。就是这样，然后这样舔完，然后做给大家吃吗？不然怎么分离？就是把它应该就是要舔啊，舔最快了。我没有舔这个，我有舔这。记啊，有工具。你把奶油这样抠下来。你们都不知道，妈妈在厨房其实都是用舔的。你看我们现在弄到要180，弄到什么时候？很心急。对，听说你更急。我超急的，我都赶着下班。你知道你曾经有讲过一句话，让我就是印象深刻，深深影响了我。什么？就是那时候我好像就是有听你在访问，我们根本不用刮，因为它有一面完全没有，我们就拿那一面。然后你就说，就是好像说问你为什么不去演戏，然后你就说因为你主持人做习惯了，然后你没办法等。
哦，然后演员的等待时间太长了。你算算看，一出戏你等待的时间是几分之几？大概有80%的时间都是在等待。不是？对啊。所以你一出戏拍了，比如说3个月，80%是多少？都在等。2.4个月都在等。对。但这个就是演员的生态。对啊，你们中一部就很好赚啊，像你那什么植树很好赚。不好。不好赚吗？真的假的？你知道《恶作剧之吻》拍多久吗？拍多久？1年。所以你就有80%的时间，8个月都在等哎。对。不是1年是12个月，9.6个月都在等哎。160了，你看我动作多快。你这个在干嘛？我这个就是它这样子啊，它有奶油的，我们放这边啊。不是，这个奶油。待会奶油要用是不是？对。大概要用多少？看不到，你是喝多少？没关系，那174了，好，漂亮。178了，那怎么办？再1颗，半颗。啊，对。然后呢？我们第2个步骤呢，就是将这个饼干呢放到调理机里面，用瞬间你刮到我，瞬间加速，没事，打到细碎。你来，盖子要盖回去哈。它还要将奶油放进去。无盐奶油多少？45克。45克，好。37，哎呀，很卤哦。但是比例不对就不好吃，我跟你讲。但其实你看做了甜点以后，你才知道甜点其实糖分很高，有了。当然啊，47好了，没关系啊。但是比例不对就不好吃，我跟你讲。47好了，没关系啊。好，不是甜点很恐怖的是，我告诉你，吐司就是1杯的油，1杯的糖，吃出来是没有味道，所以你才知道为什么面包那么容易短口，就会变面包，而且热量超高，超高。但是我们自己做的话，我们可以做减糖、减油。好，然后这个我们刚加了，本来45，我们弄了47点，而且我们刚说减糖减油，然后结果是47。对，好，瞬间加速打到细碎。等一下哦，等一下哦。陶瓷方形生烤模在哪里？是那个东西吗？对。铺上烘焙纸。烘焙纸。有。这里，铝箔纸，这个是烘焙纸。这个烘焙纸，小心。好恐怖啊！紧张，刺激。气 Q 吗？气 Q， 我也不知道，算了。哇塞，你这是在轰炸厨房哎！我现在已经满身汗了，完全不会碎哎。啊？对啊，怎么会这样 ？My God！ 那我们是不是要把它捣碎？拿个汤匙来捣好。汤匙可能吗？开始在念了吗？你在干嘛？什么东西？没事。好可怕哦！谁要吃那东西，还叫我带回去给小？太恐怖了！我觉得它不可能会打碎哎。它有刀片在里面吗？好像没有哈。小心哦，小心你的手哦。你没有放刀是不是？它没有刀片。对啊。刀片在哪里？连刀片也要自己来。真笑哎！而且你知道有一集我跟林依晨来录，然后那个微波炉坏了，然后我们都不知道，从头到尾就一直在等。不行，这个要把它铺下去。不是这个，因为还有奶油要那个。你铺它。没塞啦，不可以啦。要不然你找刀，你去找刀，我来那个。不是，没有刀片哎。没有刀片，这里面根本没有刀片。你们怎么这样子？完全是一个样品屋的概念。我觉得哈，就是在厨房有智慧的女人想法就是不一样，发挥你的智慧。但我很好奇，那个奶油要怎么怎么融化？对啊，就可能没办法。大家
后子尾汁，好不好？刮刀，没有刀，这里面没有刀片，难怪刚刚都搅不动。看得出来，我还是有一点点在厨房待过，虽然时间不长。好啦，够碎了吧，各位？然后有时候要吃到一点 crunchy 的感觉，所以我们也不用捣得太碎。你看完美吗？有没有？那我们就把它均匀的放在一些点上，它就会在不同的位置融化。对。其实你知道这个不会融化，因为我们这一道甜点是冷的。Oh my god！ 我觉得可以耶，我觉得可以。其实我也觉得可以，我非常欣赏你这样的想法。因为我完全认同。你看，它也要用那个，然后去冷冻库哎。对。要按下极速冷冻。好。OK。Cool。好。We did it。好，我们做到了。反正是你小孩要吃。好，我们现在第二个步骤呢，就是要制作乳酪馅儿。小吉利丁粉。对，然后拿一个小碗儿。冷水静置5分钟。好，8.3没关系。 OK， 没问题。28可以吗？不要。没关系，反正这一切都已经失控了。I don't care。我们是有试吃环节的。OK， 来。好。搅拌均匀，要搅拌一下，快点！它已经那个有点像糊物哎，有一点，它就是开始变成果冻状的。2月27号小巨蛋，谢谢大家。所以你在小巨蛋里面，我会穿衣服唱歌，要是脱衣服。所以我们大家从小听到大的那些歌都会唱吗？会。天空不要为我掉眼泪。会。经典。好，他说这个要隔水加热，隔水加热变成流动的液体，取熟，把锅将牛奶倒入。好，是不是有点难？开小火加热到微微冒烟。它也没煮好。对，它没那么快拉汁。虽然它叫快煮壶，但你也要给它个5分钟吧。你先深吸一口气好不好？好。来，我们再来弄饼干。还是你要再唱别首歌？可以。太委屈，经典。连分手也是让我最后得到消息，不哭泣，因为我对情对爱全都不曾亏欠你，太多的。所以你在演唱会也都是走这种搞笑路线吗 ？freestyle 路线有啦，我有时候就不知道怎么穿插，有时候会觉得说是不是要认真一点，毕竟人家花钱买票来看。但我觉得你的歌迷应该都很喜欢你这种就是 freestyle 这样。对。哇，这个奶油真的没办法溶掉。对，因为它没有那个搅拌均匀。对。我们今天被这个食物调理机坑了。对。他凭什么呀？他没有刀片还称自己是食物调理机，屁戏！这年头哦，装疯卖傻，在那边挂羊头卖狗肉的人真的很多，你知道吗？有在煮吗？有啊。我好开心哦！你是第一个比我还急的来宾你是什么星座？双子座。双子我觉得很难说，有很多种不同面向，但我很急。但你没有慢的时候吗？那你那么急的人，你拍戏在等的时候，你心里都在想什么？就找事做，聊天、滑手机啊什么，我就不会让自己闲下来。假如拍戏很累的话，会睡觉。姐，我跟你说哦，如果我们做完这道菜，然后你跟我都累了，我们就不要再做下一道。下一道比较快，不然就直接跳做下一道。半途而废的2个人有没有？好啊。好，你小心哦，要隔水加热。哎呦，你真的要小心我很替你担心。好乖。好，这个我们就隔水加热，你小心哦。是用这个吗？当然啦。那你刚刚为什么要再把它捞出来？因为那个 size 你很难用手进去拿。我有隔热手套。对，但是它的 size 我是怕那个，没关系，这样子可以。
它隔水加热多久？不知道呢。它要变成流动的液体。它本来就是液体，是你把它变成固体，然后先用它变液体。这就是烦哦。然后要将鲜奶油、糖放入调理机转速1。你看我们今天是不是被这个调理机给整死了？等一下哦，它先要把牛奶要加热，然后把吉利丁再加入。那这个吉利丁的奶要多少？来，是牛奶吗？牛奶要100克。所以那你在家里都吃什么？外卖，我家那边其实还蛮好叫的，就是之前减肥的话会吃一些健康餐，然后好了，现在就会想要吃一些便当类的排骨饭啊。真的假的？哇，我们还要它变成液体。没事，再来唱一首歌好了。10个男人7个傻，8个呆9个坏，还有1个人人爱，姐妹们。你知道3甜言蜜语把他骗过来，好好爱，不再让他离开。2月27号小巨蛋见哦。你知道我最喜欢你哪一首歌吗？我想一下，离开我是你跟张雨生合唱的。哈，我期待啊。对，然后 Say goodbye, say goodbye, 昂首阔步，不留一丝遗憾。类似这种，为什么你的人生那么紧绷？不是因为这首歌就是在 KTV 很好，就是标。对，就是让大家就是已经买过单了，是不是？然后他 say goodbye， 就是要做一个结尾。哦。然后假如还有人没喝醉、没唱爽的，就让他唱这首歌。啊，会不会已经喝很醉，然后 say goodbye 一直吐到？我是还没遇过这样的朋友啦。哎，你是不是喝酒不会吐啊？我很少吐。哇，为什么？体质的关系吧。哦，有原住民的也没有。那怎么会？我以前很年轻，就刚出道的时候是会就是会让自己吐出来，然后继续喝。但后来就不会了。但后来就是喝得很醉也不会吐。哇塞！但这样子其实蛮不好，就是还是蛮容易失控的。因为吐了以后你反而比较清醒。对。但因为那个酒精一直在体内，然后它就会不断吸收，然后就是会很容易就是呛掉。呛掉。你追求呛的境界？我不追求。真假的？曾经呛过。哦，呛翻了。曾经呛过，呛到什么地步？呛到哦。醒来的时候是在怎么回家的不知道啊。哇。然后起来就是身上很多伤，莫名其妙青这样。有去验伤吗？是挫伤、擦伤还是被人打？对啊。但其实因为我都还是会跟很熟的朋友，他们会把我送回去，跟他们一起喝酒。然后只是我觉得后来我不喝那么多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你跟朋友出去玩，然后你喝到失忆，你忘了那些愉快的过程，你不觉得很亏吗？你花了时间，花了你的肝，去跟大家一起聚会，然后但你有一段这么快乐的时光，你竟然都忘记了。我有朋友呛到手机不见了，后来他就打手机，然后那个人就接起来说：“喂，他说你是谁？”他说：“我是警察。”你为什么拿我手机？他说：“不是你手机掉，人家送到警察局，你偷我的手机就是呛掉这样。”然后我就说：“你竟然骂警察，警察还还你手机？”但他隔天应该不记得吧？我不晓得，但是他手机有拿回来。对啊，就是我有朋友也是真正呛到那小狗不见了。哇，这跟走丢孩子是没什么两样的。对呀，他因为他就这样喝醉，然后小狗就跟着他，结果他上计程车，狗没有上计程车。天哪！所以就是尽量好不好，不要。我们就是我们提倡的就是品酒，开心喝就好，好不好？我觉得我们今天做完这道菜就好了，我想回家了。是，这受不了了，是吧？对。可以溶解啊！有没有烫到你？现在才步骤4，我已经觉得有阅读困难症。饼干啊，我们这个一直忘了拿去冻啊，这完全不合逻辑，都没有写。牛奶还要放凉，早讲嘛！食谱真的是谁啊？